大家好，我有个问题，你练了多久的字了？3个月、半年、1年？这里有个令人震惊的真相，很多人可能练了好多年的字了，但还是无法写出一手流利、漂亮的字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掉进了成年人幼龄化学习的陷阱。今天我会向你展示这个陷阱到底是什么。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大多数人练字的方式都是错的。等你看完这个8分钟的课程，你就再也不会被那个陷阱困住。这是每个练字的人都会面临的问题。让我用 A 同学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成年人幼龄化学习陷阱。A 同学刚刚退休，准备好好练练书法。这是他发的朋友圈，大家看看他是怎么练字的。一个宝盖的点，练了几个小时。一个写中文写了几十年的成年人，用幼儿园、小学生的方式来进行书法学习，这就是典型的掉入了成年人幼龄化学习的陷阱。这个陷阱还以其他很多的口号表现出来，要打牢基础，先要练空笔，要先学好楷书，才能学行书和草书等等。事情的真相是，成年人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，是儿童的几倍甚至是10几倍，完全可以楷、行、草3体同时学，这样不但可以更清楚理解书体演变的关系和规律，而且可以做到3体相互促进，同时进步，学习效率是传统方法的5倍。好，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楷行草合一书法课程。第一个字，润，楷书。门这个偏旁，右边要写的比左边略大，最外边左右2竖要略往中心倾斜，这样整个字才更稳。王的3横加上门的3横，共6横，它们之间的间距要基本均等。行书第一种写法，门的写法类似楷书，右竖要比左竖长。第二种写法，门部进行了简化，注意3部点的顺序。草书第一种写法，门部简化成5点的宝盖，王一笔写成。第二种写法，王变成玉，这是润的一种异体字。第二个字，鱼，楷书，左边的10部要写的小，上部的那边反了，右边的鱼部要放大，上部的那送出去，下部左右的2点，右边的点要比左边的略大。行书第一种写法，鱼是最正宗的写法，鱼与都是一体字。第二种写法，左边10省略一点，右边鱼中竖出头，不是写错，而是古人通用写法。草书第一种写法，由鱼字演变而来，一笔写成。第二种写法，由鱼字演变而成，左右一气呵成。第3个字，成，楷书，整个字要往左后方仰。从上到右下的斜钩是主笔画，要有张力，并且要往右下角伸得足够长。行书第一种写法，第一笔断开，第2笔、第3笔连写，转折有力，斜钩出锋。第二种写法，前面3笔一笔写成，斜钩拉长，圆润流畅。草书第一种写法，注意和来字的区别，可一起对比记忆。第二种写法，主体一笔写成，更简洁流畅。第4个字，岁，楷书，上部的纸要写小一点，下部的写法类似于上一个字成。斜钩的头和纸的中竖要对接上，不要错开。行书第一种写法，王羲之《兰亭序》里的写法是岁字一种，
一体字写法。第二种写法是岁的另一种写法，也很常见。草书第一种写法和陈的草书一起记，起笔时比陈字多2笔。第二种写法和陈之草书的第二种写法类似，左2撇简化为1撇。第5个字律，楷书，双人旁第2撇要退回，竖要短，右边5横要长长短短，第2横最长。最后一笔中书要写直，加粗并拉长。行书第一种写法，左边2撇连写，右边横画笔断一连，中竖拉长。第二种写法，左边一样，右边5横，从上往下依次连写。草书第一种写法，左边简化成单人旁，右边1点代表第2横。第二种写法，左边简化成1短点1长点，右边1笔连写。第6个字吕，楷书，口部左上角留点空隙通气，2竖倾斜，右竖比左竖粗，且都伸过下面的横画，下面的口比上面的口略大，口都呈倒梯形。行书第一种写法，上部口的最后1横越过竖画，且和下部口的第1笔竖画相连。第二种写法，吕是吕的一体字，另一种写法。草书第一种写法，口1笔连写，但上下部分断开。第二种写法，上下贯通，1笔连写。第7个字条，楷书，左边言部要写窄，靠右对齐，右边周部外框，上窄下宽，呈梯形，右竖钩加粗，框内笔画布置宜均匀。行书第一种写法类似于楷书的写法，左边横画都断开，右边框内笔画略有牵连。第二种写法，左右笔画连写，框内先竖，再1笔写成。草书第一种写法，左边简化，右边框内连写后以点结束。第二种写法，左右相连，框内先横，再1笔带出。第8个字杨，楷书，左耳旁双耳要偏小，右边的义上部要小，下部要大，折弯钩要加粗，要有弧度和张力，2撇间距要匀称，上撇短下撇长。行书第一种写法，义部横撇相连，下部2撇断开。第二种写法，左边简化成单耳旁，右边下部1笔写成。草书第一种写法，左耳旁保留耳朵特征，左右相连，1笔写成。第二种写法，左耳旁简化成横折转折，更有力。好，8个字共40种写法已经释放完了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事半功倍，把书法真正学好。频道已经推出节目原创楷行草合一书法教程4集，第一次看频道视频的朋友可以订阅频道后点头像进频道主页观看，每一集都有很多精华内容，千万不要错过。有一定基础的朋友可以学习行书突破、最美圣教序行书教程和草书进阶王羲之草书教程，后续还会推出更多精彩的楷、行、草书法教程。欢迎点赞、分享和留言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我们下次再见。